知道你的害怕事情，我们是一样的。万仙斩前期本来是6级，这是他第2次出现1系。真正的百年有成，后代有幸，传他们走啊！投降是一百，可以不外出处，强者为尊，这里才是你的天地。巡天，去！这就是雍雪城少宗主谢雪晨。这荣渊可是万年前堕神埋骨之地，每个时辰都会有古神怒意爆发，鞭笞元神，痛入骨髓。与神界的斩神台并称世间2处大恐怖之地，从没有人能在这熬过3日，而你却生生扛了7日，真不愧是传闻中的天道之子，最强剑修啊！少宗主这番容貌，可谓世间无几，令人过目难忘。我们曾在哪里见过吗？你受刑7日，仍未有半分屈服，骨头倒是十分的硬。骨头这么硬，嘴唇却是挺软的嘛。可惜啊，谁让你为了修补万仙阵耗尽了灵力？如今的你，破不开桑奇的封印。你呀，为了人族。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，何必呢？这么好看的男人，死了多可惜呀！是圣女，只要他愿意投效，我定将他洗干净了，送到您那儿去。
修仙阁使者求见。修仙阁主就如此心急，定要在本尊闭关之时派你前来。尊上实力卓然，就连受伤闭关，也能画出幻影分身来见。莫非本尊的这位盟友也想借机查探一下本尊的虚实？尊上言重了。阁主派我前来，只是想询问之前委托您办的事，进展如何？谢雪尘被困荣渊7日，道心仍未涣散。无人能在荣渊活过3日。谢雪尘身上有混沌珠的线索，他还不能死。你们人族就是如此没有耐心。尊上可别忘了，若是得不到混沌珠，我们修仙阁是不会冒险帮你打开万仙阵结界的。只要结界存在，暗族就永远无法跨过2界山，踏足人界。回去告诉你主上，本尊既然已经答应了此事，便自有安排。以后莫要过分。现在能够交出你的诚意了吗？幻影丹乃稀世珍宝，世间少有，可助高阶暗族修炼出投影分身。其本体虽出不了万仙阵，但可令投影穿过结界，到达人间。人族，师父曾说过，人族虚伪，仙盟更是卑鄙。您当年就是因为相信了仙盟中人，才落入他们的圈套，痛失右臂。您恨人族，恨仙盟，反攻人界是您的夙愿。我本以为您是担心我性子跳脱，才不让我参与您的计划，但现在瞧着，您是宁愿与您最痛恨的人族合作，也不让我这个当徒儿的帮忙。看来在师父心中，我是连人都不如了。哼，你可知他是何人？仙盟中人。凭何判断？凭我知道师父想要什么。人界有一物，必须和他们合作才能夺得，那就是上古神器混沌珠。相传远古之初，世间混沌，后天地2分，方成就3界。然混沌之气并未消亡，而是化为2件神器：天命书和混沌珠，相依相克，共同维护天道。万年前，混沌珠因补天之故坠入凡尘，数千年后被人族寻得。人族建立仙盟，利用混沌珠之力布下万仙阵结界，将暗族阻隔在这暗域之内，半步不得出。混沌珠乃神器至宝，蕴含混沌之力，仙盟5派堪得可解。如今，它被存放于雍雪城珠塔。要开珠塔，必须有5派掌门谕令。您囚禁谢雪尘，不就是为了逼问仙盟谕令所在，开塔取珠吗？很好，可你只说对了一半。想要混沌珠的另有其人。既然双方都有想要的东西，那自然是要加以利用的。你去见谢雪尘，又是想要得到什么？我去见谢雪尘，当然是为了问出仙盟谕令所在，替师父分忧啊。如此说来，师父当日为了围捕谢雪尘，受了重伤，可有好转？怎么突然关心起师父了？养育之恩，无日或忘。
我可一直想着该如何报答您呢。没做什么多余的事吧？嗯？当然没有啦。尊上，吸血神上来了。不劳师傅，您安心闭关疗伤，我去对付他。去吧。擎天！桑奇何在？你我真是有缘，这么快又见面了。是你。暗域圣女穆玄灵，还请少宗主多多指教。宗主你，是在找我吗？少宗主如此心急，难道是对荣渊一吻念念不忘？你还真是一点儿都不懂得怜香惜玉呢。刺破一人，不负天命的书写。你我的人，不为风吹，不是天下的真人，为生生不一切。这一场轮回上，难尽的一次告别。你不该来这里，再不走，你的灵力就没了。这一招倒是与我心有灵犀，
那就请谢少宗主挟持我一起走吧。喵喵，喵喵，你在哪儿？喵喵，喵喵，你出来呀！喵喵，喵喵，我今儿给你带了小鱼干，把剑捡起来。父亲。剑修，无论何时，都不能扔下自己的剑。孩儿知错。你是在找那只小雪猫吗？嗯。它不会再来问雪芽了。我将它杀了。为什么？你这是什么表情？父亲，雪猫虽为妖兽，但并不害人。你为什么要杀它？它是我的新修朋友。道者不能有情当以身奉道，难道你忘记了？不，我不懂。母亲说过，修道者当以苍生为己念，以济世为己任。为何不能有情？济世救人，以苍生为念，这是你的道心吗？回答我。是。好。若是如此，那更要断情绝爱。你若有了偏爱，那如何以大爱去包容众生？若有一日遇到了抉择，一边是挚爱，另一边是天下苍生，你能舍弃挚爱来救苍生吗？为什么只能选其一呢？天生石窍，亘古罕见。雪尘，你生而不凡，终将立于人界之巅，乃至三界之巅。到那一日，天下苍生的命运皆系于你一念之间。情爱只会成为你的软肋，也会陷天下苍生于危难之中。既然你立的道心是以苍生为念，那么你的剑心便是一往无前，舍生忘死。你不该偏爱世间一人一物，包括你自己。这谢雪尘的贪欲牢笼，怎么和旁人不同？因为他早已无贪无欲。无贪无欲？怎么可能？修为，他已至巅峰；名利，他视为浮云。更是从小就被逼着修无情之道。这样一个连自己性命都不顾惜的人，还能有什么贪欲呢？玉影，你的贪欲牢笼，还能看到更多回忆吗？比如说10年前，他都经历了什么？圣女啊，我这是贪欲牢笼，与贪欲无关的。回看不了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也没有什么用了。圣女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都这么明显，还看不出来吗？你要杀我？我们一同给谢雪尘演一场戏就得了，你没必要杀我吧？你如果杀了我，我的本体会感知到的。看来你是不知道，化影丹有一缺陷。什么缺陷？等你死了，你自然就知道了。你果然背叛了暗月，穆宣令你。想不到我们堂堂谢少宗主，法相境的高人，竟会抢我一个弱女子的战利品，这可不厚道。弱女子？你在威胁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想自己厚不厚道？好嘛，给你，以后只要是我的东西，你想要都可以留着。
你怎么死的？我哪知道？你不知道？他为什么要知道啊？不是，他亲自死的，他不知道，那你知道啊？哼，显然是这化影丹出了问题。本体只能感知到投影的死亡，却不知道投影死前发生的事，也不知道投影是被谁杀的。要是被我知道是哪个半吊子修士炼的丹，我非活吞了他不可。行了，大话呀就别说了。方才你出去前，那叫一个信誓旦旦、威风凛凛，说必将圣女跟谢雪辰抓回来。哼，结果呢？你厉害，那你去啊。等我修炼出投影，不用你插。虽然不知道玉影是被谢雪辰杀的，还是被圣女杀的，但能确定的是，他们之中有人下了死手。那么下次见面的时候，就不必留情面了。你就不怕他醒来以后还记得刚刚发生的事儿？一个普通的人族，万一吓疯了怎么办？不会，被暗族附身之后，前来时什么都不知道。就算有人告诉他，就算自己想万千遍，也想不起来。知道的这么清楚啊？难不成你被暗族附身过啊？谢少宗主，我刚才可是替你挡了一剑呢。就算是幻境里的剑，挨一下也是很疼的。你怎么也不关心关心我？不如你把玉影刚刚化成的那颗魔丹让我吃了，我也好增强功力啊。让你增强功力，与我有何好处？喂，你能不能讲讲道理啊？你要去哪儿？运秀山庄是吗？距离此地最近的只有2处，一是镜花宫，二是运秀山庄。镜花宫虽是仙盟5派之一，但如今你不确定内奸是谁，自然不会贸然前往。运秀山庄虽已不在仙盟之列，但却以奇巧阵法闻名于天下。听闻运秀山庄庄主研制出了传送阵，可以将人瞬息传送至万里之外。你是想用传送阵尽快回雍雪城，对不对？穆姑娘，我谢雪辰不是不知恩之人，你救了我，按理说我该谢你。但我们不是一路人，你这样跟着我，等我灵力恢复之后，你我终会兵戎相见，不如从此时此刻起，各走各路。你应该知道有一个词，叫殊途同归。有路阻我，我就将路全部铲平，不就好了？你为何非要缠着我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如果我说，我想要弃暗投你呢？你以为跟着桑琪很愉快吗？灵族多数遭人族驱赶、奴役，我也只是被迫依附于他。其实我早就不想待在那个鬼地方了。跟着你，倒也有趣。也许当个普通人也挺好。那你大可直接废掉魔宫，做普通人。我灵窍破损，修不了灵力。魔宫是我安身立命之道。但谢雪辰，如果我愿意为了你，废了魔宫，变成普通人，你会保护我吗？
你以为说这些我会信？信不信都好，反正你现在也反抗不了。我也有我自己要找的答案，在我找到之前，请你好好待在我身边，谢少宗主。他们有化影丹，咱们也有遮影簪。玉影已经修炼出了投影，想必吃影和战影也快了，之后的路只会更不好走。想要避开心魔大阵的搜寻，光靠隐匿气息还不够，遮影簪可以帮人掩饰容貌。旁人看到你的脸，只会当你的外貌平平无奇，过目即忘。我也有，是一对哦，你帮我簪上嘛。真难相处。你杀过多少暗族啊？没有1000也有800。那你杀的没我多。你在记什么？记你的所喜所愿。我曾听人说，心心相印，2个人才能共度一生。何必对我这么警惕呢？从我们见面到现在，我可一直都在帮你。心心相印，然后呢？走开。修道者的心，沉明如镜，百邪不侵。然而一旦被引动心魔，便与凡人无异。在暗族面前，即便有一身的灵力修为，也会形同虚设。还是说，这就是穆姑娘想要的？我想要什么，你当真不知吗？我们见面这么久了，你怎么也不问问我是何种灵族？你就真的不想多了解了解我吗？我不问，你不照样也会告诉我？我是藤灵。小时候，我半张脸上都是藤蔓一样的妖纹。就是这半张，特别大一片，特别醒目，一般见过的人都会过目不忘。